泰国王室这趟法国之行，藏的门道实在太多了。名义上是马哈国王带着苏提达王后出访法国庆祝建交170周年，是正经的国事访问。可看着看着，你就会发现，整趟行程的高光时刻全集中在二公主斯蕊范身上。泰王放下国王的架子，亲自去看女儿办的展览站台。苏提达王后特意换上华丽的金色套装，全程给足了公主面子。就连艾丽社宫的正式合影里，斯蕊范的存在感丝毫不逊于王后。谁能想到，就在半年前，这位公主还只是王室里的边缘人物，平时也就出席慈善活动、时尚晚宴、核心的政务会议，她连列席参会的资格都没有。怕公主一离世，她直接坐火箭似的升到了王室核心层。今天咱们就好好扒一扒这趟巴黎之行里暗藏深意的细节，还有怕公主走后泰国王室全新的权力格局。一场展览，一套穿搭，一张合影，全是信号。整趟访问里最有看头的就是6月30号下午的博物馆之行。当天下午4点18分，泰王和苏提达从他们下榻的乐梅里希酒店出发，直奔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。他们去看的是一场名叫《皇家服饰走向世界》的特展，而这场展览从策划、拉赞助到落地布展，全是斯蕊范公主一个人牵头做的，说是她的心血之作，一点都不夸张。说直白点，国王王后这趟就是专门来给自家女儿撑场子的。这场展览规格可不低，一共展出了200多件展品，从传统泰丝纺织品到手工艺珍品，再到现代高级定制礼服，把泰国宫廷服饰几百年的演变全给串起来了。最有分量的是，里面还展出了不少诗丽吉王太后当年穿过的经典礼服。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斯蕊范这是借着展览向自己的奶奶致敬。诗丽吉太后是什么人？当年公认的亚洲最美王后，一手把泰国传统服饰推向了国际舞台，在王室里威望极高，老牌贵族们个个都服气。斯蕊范走这步棋太聪明了，他不说自己有多厉害，只说自己是传承奶奶的事业，既刷了老一辈贵族的好感，又给自己的展览镀上了一层王室正统的金。这招情怀牌打得比什么都管用。当天到场的不光有法国的文化官员，还有不少欧洲时尚圈的大人物。斯蕊范全程跟在国王和王后身后，拿着讲解器，一件件给他们介绍展品，条理清晰，专业度拉满。泰王和苏提达一边听，一边频频点头，脸上全是满意的神色。看得出来，女儿能拿出这么漂亮的成绩，泰王是真的脸上有光。当天最值得细品的还是苏提达王后的那一身造型。往常出席这种文化活动，苏提达大多穿素色、深色的礼服，走的是低调端庄的路线。可这次不一样，她特意选了一身亮金色的套装，内搭是同色系的金色锦缎丝绸连衣裙，立领长袖，线条收得特别优雅，刚好勾勒出身形。外面套了一件同面料的长款外套，下摆一直垂到地面，气场一下就拉满了。衣服上的细节更讲究，紧身胸衣的位置镶了圆形的金纽扣，衣身和袖子上全是手工绣的亮片和珍珠色的玻璃珠，灯光一照，泛着柔和的光泽，贵气却不张扬。据说这身衣服的面料花纹灵感来自喜马拉雅的森林景致。很多人可能会说，王后这是跟公主比美呢，生怕女儿抢了自己的风头。那你可就想浅了。苏提达能在后宫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坐上后位，这点格局还是有的。她穿这么一身，根本不是来跟斯蕊范比谁好看的，她是来给女儿撑场面的。你想啊，这是泰国皇家服饰展，在巴黎的顶级博物馆办，王后穿得越隆重越贵气，越说明王室对这场展览的重视，越给斯蕊范长脸。而且她这身穿搭刚好踩中了2个点，内搭是正统的泰式立领，代表着坚守传统；外套是西式的礼服剪裁，带着国际化的视野。这不就是这场展览的主题吗？泰国传统服饰走向世界。苏提达用一身衣服就把展览的内核给立住了，既给足了女儿面子，
又展现了王后的格局和品味。这波操作只能说高，实在是高。再看看当天思蕊范的穿搭，也特别有讲究。她没有穿华丽的礼服，反而选了一身深蓝色的长袖连衣裙，面料是泰国里衣服本土的伊卡特丝绸，裙子的剪裁很简约，只在臀部的位置做了精巧的垂褶设计，把泰丝的质感和现代剪裁完美结合在了一起。跟王后一身珠光宝气比起来，思蕊范这身更像个专业的策展人，低调有内涵，用实力说话，不需要靠华丽的装饰来证明自己的地位。你看，母女俩这一身搭配太有默契了，一个站在台前，撑着王室的牌面，彰显王后的尊贵；一个退在侧位，展现自己的专业才华，打造新锐公主的形象。一王一府，一庄一巧，半点冲突都没有，反而把泰国两代王室女性的形象立得稳稳的。说他们俩是提前商量好的，我是绝对信的。其实不光是看展览上新，整趟访问下来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苏提达在主动与思蕊范结盟。最明显的信号就是那张艾丽社宫的母女合影。当天在艾丽社宫参加完活动，苏提达特意拉着思蕊范在宫殿的大厅里拍了一张双人合影，背景是金碧辉煌的水晶吊灯，旁边摆着盛放的鲜花，欧洲宫廷的奢华感，配上两位泰国王室女性的端庄，画面特别有分量。可仔细看两人的状态，差别特别大。苏提达站在左边，笑容自然松弛，仪态端庄大方，完全是一副女主人的从容气场。而站在右边的思蕊范，表情就有点僵硬，脸上没什么笑容，身体也绷得很紧，看得出来，她还不太习惯跟王后这么亲密的同框拍照。毕竟在以前，怕公主才是经常跟苏提达同框的人，思蕊范一直是边缘角色，跟王后交集不多，别说单独合影了，连站在一起说话的机会都少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怕公主一走，王室里能挑大梁的女性就剩他们俩了。苏提达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自己这个王后看似风光，其实有个致命的短板，没有亲生的子嗣。泰王现在公开承认的3个孩子，怕公主、思蕊范、提邦公王子，没有一个是苏提达生的。未来继承王位的肯定是提邦公王子，可提邦公的亲生母亲是希拉米，现在还有施妮娜贵妃在一旁照看着，里外里都跟苏提达不亲。等将来泰王100年之后，提邦公继位，希拉米母凭子贵，苏提达这个太后的位置能不能坐得稳，还真不好说。所以他必须给自己找一个靠谱的盟友，这个盟友得有王室血统，说话有分量，得对王位没有威胁，不会跟他抢权力，还得跟他有共同的利益，能互相帮衬。算来算去，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思蕊范公主。为什么是她？第一，思蕊范早就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于瓦达，还有4个流亡海外的哥哥断绝了关系。她在王宫里没有外戚势力，也没有什么盘根错节的后台，不会反过来算计苏提达。第二，她对王位没有任何想法。泰国历来都是男性优先继承王位，她一个公主，再厉害也不可能抢王位。她的心思大多在时尚事业上，对权力的欲望没那么强。第三，她是提邦公的亲二姐，姐弟俩关系一直特别好。将来提邦公继位，思蕊范肯定是摄政王姐的不二人选，帮着弟弟稳住局面。苏提达结盟了思蕊范，就等于提前跟未来的摄政王搞好了关系，自己的后位也就稳了。对思蕊范来说，跟苏提达结盟也是百利而无一害。他虽然现在被泰王推到了台前，但毕竟根基浅，以前又一直是边缘人物，王室里的老臣、老牌贵族们未必都服他。有了苏提达王后的认可和支持，他做起事来就名正言顺，阻力会小很多。一个需要王后的名分背书，一个需要公主的血脉助力，两个人一拍即合，结成同盟，各取所需。这场展览站台，这张艾丽社宫合影，就是他们俩对外释放的明确信号。从此以后，王室的2位核心女性正式联手了，未来的泰国王室就是他们俩携手撑场面。
而太王对这一切显然是默许甚至支持的。他愿意陪着王后一起来给女儿站台，愿意看着两个人走得越来越近，就是因为他也希望王室内部能团结起来。怕公主走了，本来就人才凋零，要是自己人在内斗，那王室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苏提达和斯蕊范和睦相处，一个主内稳住后宫，一个主外搞文化外交，一起辅佐提邦公，对太王来说是最稳妥的局面。说到太王，这趟法国之行，他也展现出了跟以往完全不一样的一面。以前大家印象里的马哈国王，随性不羁，行事自我，说一不二，在公众面前永远是严肃威严的，很少流露私人情绪。可这趟出访，大家在他身上看到了越来越多父亲的影子。看完展览之后，他们一家三口还一起乘坐渔船，游览了塞纳河。当天的气温不低，可太王依旧穿着笔挺的正装，精神矍铄，状态看起来很不错。苏提达则换上了他出访以来的第4套造型，一身纯黑色的公务套裙，裙子看起来简约低调，可细节处全是心思。领口的位置用手工绣了花卉图案，细看正是法国的国花鸢尾花。它搭配了同色系的信封手拿包，妆容清淡素雅，整个人温婉又端庄，全程站姿挺拔，一点倦态都看不到，职业素养拉满。而斯蕊范则换了一身象牙白色的长袖连衣裙，面料是锦缎丝绸，上面用渐变织法织满了茉莉花的图案，花蕊是柔和的淡黄色，花瓣是浅蓝和靛蓝色，散落在面料上，特别清新雅致。裙子的剪裁也很讲究，上身合身，裙摆通过侧缝的折剪自然散开，既保留了泰丝的传统质感，又充满了现代设计感。你看，就连游船这种轻松的场合，两人的穿搭都暗藏默契。苏提达穿黑色，正式庄重，符合王后的身份，还特意用法国国花的细节表达对东道国的尊重。斯蕊范穿白色茉莉花，清新柔和，既带着泰国本土特色，又不会抢了王后的风头。一深一浅，一庄一柔，配合的天衣无缝。船开到埃菲尔铁塔脚下的时候，三人停下来拍照留念。王室摄影师从各个角度拍，仰拍、俯拍、远景、近景，拍得特别细致。不管怎么拍，太王永远站在 C 位，这是王室不可动摇的规矩。苏提达站在他身侧，站姿标准，表情得体，每一个细节都符合宫廷礼仪，看得出来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。而斯蕊范就放松多了，毕竟是搞艺术的，站姿随性自然，偶尔还会对着镜头露出点小女儿的娇态。就在拍照的过程中，太王很自然地抬起手，轻轻搭在了身边斯蕊范的后背上。就是这么一个小动作，瞬间引发了热议。这不是什么正式的礼仪动作，就是一个父亲对女儿下意识的疼爱和亲近。放在普通人家，这太正常了，可放在太王身上，就特别难得。还有在巴黎歌剧院看演出的时候，太王也特意侧过头，给身边的斯蕊范讲解剧目的背景和历史。父女俩头挨着头，低声说话的样子，跟普通人家的妇女没什么两样。这些细节都在说明一件事，怕公主的离世对太王的打击真的很大，也让他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转变。还记得怕公主灵柩迎回王宫那天，有媒体拍到了太王的车窗照，照片里的他眼含泪水，满脸都写着疲惫和悲伤。当时还有很多人质疑，说这是摆拍，是作秀。毕竟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，马哈国王是出了名的硬汉，很少会在公众面前露出脆弱的一面。可现在回头看，那应该是他真情实感的流露。他今年已经74岁了，人到晚年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种锥心之痛，就算是国王也躲不掉。大女儿拼了一辈子，是他最省心、最得力的帮手，就这么突然走了，他心里不可能不难受。也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份失去，他才会越发珍惜身边剩下的孩子。以前他对斯蕊范更多的是利用，因为高僧说他是护国神兽，命格望王室，才把他从海外接回来，给个头衔，养在宫里当个吉祥物。
对她谈不上有多疼爱，更别说培养了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大女儿没了，小儿子提帮工还没长成，撑不起大局，身边能指望的孩子就剩司蕊范这一个了。他不光要把他推出来扛事，也真的拿出了父亲的疼爱和耐心。这趟法国之行，他带着女儿到处露脸，见各国政要，出席高端场合，手把手的教他外交礼仪，带他积累人脉和威望。与其说这是国王在培养臣子，不如说这是一个父亲在竭尽全力的扶持自己的女儿。都说帝王家最是无情，可在无情的帝王，到了晚年，也会渴望寻常人家的父女温情。泰王现在的心境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不得不说，司蕊范是真的熬出头了。这趟为期5天的法国访问，说是国王王后的国事访问，可司蕊范的戏份实在是太重了。6月28号落地巴黎，他到场接机，给国王王后行跪拜礼。29号爱丽舍宫国宴，他一身杜斯特泰斯礼服惊艳全场，抢了不少风头。30号参观自己策划的展览，他变身专业策展人，全程讲解。后面还有可持续发展活动，参观空客工厂，他全程陪同，还有不少自己的独立行程。甚至早在出访前1个月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就亲自给他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，还是高级军官级别的。这可是法国官方给的最高荣誉之一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拿到的。换句话说，国王和王后是来搞国事访问的，而司蕊范更像是来验收自己的海外成果，顺便给自己的时尚事业和泰斯文化带货的。他不再是跟在国王身后的背景板，他有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人脉、自己的独立行程。这放在几年前，根本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当年他母亲于瓦达因为出轨丑闻，带着4个儿子流亡海外。司蕊范要不是因为高僧的那句护国神授，恐怕也会跟着一起被驱逐。就算被接回了王宫，他也一直是个透明人，小心翼翼地活着，不敢争，不敢抢。他的那些哥哥们在海外折腾了这么多年，心心念念就想回国，想争一争王位，各种造势，各种表态，闹得沸沸扬扬。可到现在，连一张回国的机票都没捞着，泰王连正眼都不瞧他们一下。反倒是这个当年差点被一起扔掉的小女儿，不争不抢，安安分分地搞自己的时尚事业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。现在她穿着高定礼服，在爱丽舍宫跟各国元首碰杯，在国际舞台上代表泰国王室发声。这对比简直太讽刺了。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，在王室这场生存游戏里，最会抢、最能闹的，往往笑不到最后，反而是那些懂得藏风、懂得隐忍、活得够久的人，才能等到属于自己的机会。司蕊范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他没争过王位，没抢过宠爱，安安分分的在自己的赛道里深耕，把时尚文化外交玩出了花，成了王室里独一无二、不可替代的存在。等帕公主一倒下，空缺出来的位置，自然而然就落到了他头上。不是他抢来的，是命运送到他面前的。当然，他也稳稳地接住了。聊到最后，还是忍不住感慨一句：生在帝王家，从来就没有容易2字，也没有真正的赢家。帕公主出身嫡长，背后有玉坤家族撑腰，能力强，口碑好，所有人都觉得她是未来的定海神针。可她拼了一辈子，熬坏了身体，47岁就英年早逝，什么荣誉地位都带不走。苏提达步步为营，忍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坐上王后的位置，看起来风光无限。可她没有自己的孩子，未来一切都不确定，还要放下身段去结盟别人，处处小心，事事周全，实则半点都不轻松。司蕊范呢，看似是这趟棋局里最大的赢家，从边缘公主逆袭成王室核心，风光无限。可她也失去了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从此以后，她的人生就不再只属于她自己，她要扛起王室的责任，要辅佐弟弟，要周旋在各种势力之间，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安心做个时尚设计师了。得到什么，就要失去什么，这就是王室的宿命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帕公主离世后，泰国王室的新格局已经基本定下来了。
泰王坐镇中央，把握大方向；苏提达王后稳坐后宫，处理王室内部事务，对接军方和贵族。斯蕊范公主主打对外文化外交，塑造王室的国际形象。等将来提邦公王子长大继位，这3个人就是她最坚实的后盾。后宫、前朝、外交3方配合，互相制衡，稳稳地拖着泰国王室往前走。这个铁三角的格局能不能稳住？斯蕊范能不能真的接好帕公主的班？苏提达和他的同盟能不能长久？现在都还是未知数。但至少目前来看，这是帕公主离世后泰王室能走出的最稳妥的一步棋了。那么你觉得苏提达和斯蕊范的结盟是真心抱团，还是只是利益交换？他们能一起稳住泰国王室的局面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